好，接下來我們要來特別關注到這個有關於台海的兵推哦。先來關注到大陸的600枚極音速飛彈，再加3000枚導彈，如果出鞘的話，美國現在也自曝哦，這個是五角大廈說的，兵推是全敗，甚至他們很重要的福特號航母會沉沒。真的是這樣嗎？今天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注3個火線話題。今天請來賓幫我們做解答。兵推剛剛特別提到的五角大廈是它的最高機密曝光了，說美軍在台海的每一場戰爭都會敗掉。如果大陸祭出的這個600枚這種極音速超強武器在太平洋的話，那麼福特號會敗掉，那麼也會成為海上的棺材。他是特別這樣講。CSIS 還說呢，在過去的一個兵推說中國只會贏2次，看起來中國是會大輸的。可是這一回我們剛剛提到的五角大廈卻說美軍會全輸。台海兵推為什麼這2次可以差這麼的大？真的關鍵是出在大陸有極音速武器嗎？再來，今天也會來特別的關注到中俄的戰略轟炸機壓制到日本的門口了。隔天海警機炮艦又直接闖入到釣魚島，大陸是否重啟在這邊常態化、領海化跟實控化的一共3個階段呢？好，今天都會一起請來賓幫我們做解答。這個是美軍自己親口證實、親口說的，是不是他們的軍事噩夢呢？來自於《紐約時報》率先披露的是美國戰爭部最高的機密兵推。我們趕快來看到他怎麼說。結果顯示，美軍在每一次的台海兵推中都會全敗，而且是無一幸免，而且是被解放軍他說是會被徹底的擊穿，毫無招架能力。這邊兵推也特別兵推了3種方式，包括第一個，如果解放軍祭出的是這個極音速的飛彈，最快可以達到5馬赫，那麼美軍的防禦系統會難以攔截，福特號航母就會被直接擊沉。第2種兵推是出動900枚的，不管是短程還有這個中程1300枚加中長程的飛彈，總共就是2700枚。只要做飽和攻擊的話，第1島鏈跟第2島鏈也都不保。最後還說了，美軍的戰機、補給船甚至未靠近台灣的時候就會被全滅。解放軍的沿海武力是足以讓整個太平洋艦隊全軍覆沒的。另外，五角大廈裡面還有一個優勢報告，也直接寫說，美國目前為止，他們主要依賴的武器都是這種比較貴的武器，但是比較脆弱的武器。中國擁有這種海量、低成本的高性能武器，在這種新常態的戰爭當中，美軍是沒有辦法獲勝的。酈將軍怎麼解讀這一些兵推？我們看美國為什麼會這麼擔心啊？我們先講說是導彈，可不可以打得成航母？第2個，我再來分析導彈這個打得中打不中航母，就是這2個關鍵問題。第1個來講的話，我認為導彈要打成航母的話，非常非常的難，因為美軍曾經將它一艘退役的航空母艦拿來當靶船，讓所有的這種導彈這個或者是艦炮去打。結果打了多久？打了25天才將它擊沉。所以要打成一艘航空母艦不是那麼容易。以前的航空母艦大概只有1層這個艦體而已，現在航空母艦它會做2層以上艦體，而且中間會做很多的水密窗。你打中其中一個洞，水雖然說海水雖然灌進去了，但是它可以將你密閉隔離，所以你不是那麼容易打成的。這是我第1個要講的，要打成沒有那麼容易。可是中國的這個導彈對航母來講，它不是要將你打成，它是要點穴作戰，就是我點到你那邊，我們看武功這個打架哈，這個有時候點穴一點到以後你就動不了了。我覺得解放軍的導彈對美國的航母就像是點穴作戰，它因為它從高空往下打，所以第1個這個飛行甲板那邊的鋼板是比較薄的，不像2旋的艦體是比較厚的，它比較薄，有可能打穿。第2個來講，中國的導彈都是超高音速導彈，那速度動輒都10馬赫以上，所以不要說爆炸了，光那個動能來講，就可能將你的甲板擊穿。那試問一下，如果說一個飛行甲板被擊穿的話，或者是你的指揮這個艦橋被打到的話，那是不是整條航空母艦就已經完全癱瘓在那裡？就算你沒有打成，也失去了作戰能力。這是美軍發現的一個很大問題，因為中國來講，我們看到所有極音速，包括東風21、東風26、東風27，這都是彈道型的導彈啊。雖然說它也有巡弋型的、平飛式的，但是它美軍航空母艦最怕的是由上往下打的貫穿式的彈道式導彈。那第2個來講，我們來講說解放軍的導彈打得中打不中，
這個美國的航母哈，這也是大家必須要關心。你要真的能夠打中，你才能夠講話嘛。你如果只是說嘴巴講，大家都不相信。老共打給美軍看過，第一次是在2020年，我日期都講出來，11月14號那天，解放軍發射了2枚導彈，一枚叫做東風21，東風21從哪裡發射？從這個浙江發射，另外一枚從青海發射。那青海發射的是東風26哈，這分別從2個不同的地方，一個是比較遠，一個比較近，但是兩枚導彈同時命中在西沙的那艘移動中的靶船。證明他真的打得中哦。那你看看這種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但同一個時間彈着的，在我們陸軍叫 TOT 射擊哈，那你就很難防衛了，因為你不曉得這個導彈你要防哪邊，東邊也有，西邊也有，很難防守哈。所以說證明解放軍證明他的導彈確實可以擊中移動中的靶船，一次不夠，再打第二次。第二次在哪一年呢？在2023年8月5號那天哈，我想我日期都講出來了。對。8月5號，他發射的什麼？是第3款的彈道飛彈，叫東風27號。從他這次發射，他沒有講什麼地點，但他原則上是說，中國的大西部地區。那我們想到大西部大概不外是青海或者甘肅這個地方，總共飛行了上千公里，那也是打中南海中的一艘移動中的靶船。哇，這3次都命中了。我想說，美軍看在眼裡，因為第3次來講的話。這3次美軍都有抵近偵察，他們不是經常會派 P8反潛機來實施抵近偵察嗎？就大概還真的被打中了，所以美軍緊張的不得了。那現在來講的話，如果說解放軍現在來講，我們看到它的數據哈，第一島鏈它有900枚的這種短程的導彈，針對我們台灣或針對日本，那對打到關島的中程導彈，打到中程我們通常都講說是這個東風快遞嘛，東風26總共有1300枚哈，然後針對馬紹爾群島可以打到馬紹爾群島有500枚。如果說是對這些地方實施飽和攻擊來講的話，我想說美軍以現在它的這種航空母艦最多能夠到這邊了不起就3艘嘛。尤其是現在，如果說尼米茲號又退役來講的話，它目前在這個大西洋第7艦隊有2艘航空母艦，一艘我們剛剛講的華盛頓號，另外還有一艘這個趕過來遞補尼米茲的叫林肯號。林肯號現在停在他們的檀香山那個位置。那目前來講，只有2艘航空母艦的狀況之下，我覺得對他們來講兵力是嚴重不足。最後我要強調一點，我們經常來講不對稱作戰，不對稱作戰。我們強調台灣來講如何對抗這個強大的解放軍，我們要採取不對稱作戰。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大陸來講，它對抗美軍的航母，它也是不對稱作戰。我用便宜廉價的這種導彈，我就可以應付你高價的航空母艦，130億一艘的航空母艦，我用導彈就可以將你點穴作戰，點到那邊讓你動不了。那尤其是說對美國事後國內的那種輿情的影響會更嚴重，所以說美國才會這麼緊張。好，確實，現在將軍幫我們特別分析到了這個中國大陸導彈這種超高音速導彈的戰力是可以如何去癱瘓美國的航母。那確實，這個也是五角大廈目前為止他們最擔心的，他們才會認為說2025這一次的拼推，五角大廈才會說。美國他認為是會全輸的，但是其實這個態度跟2年前做比較，其實已經是大轉變了。大家知道，在2年前2023的時候 ，CSIS 其實是有做一個兵推的，那個兵推就跟這個是完全不一樣。他們是認為說大陸會輸慘哦。他們說，中國只要在美國不介入，或者是日本中立之下，才有可能勝利。而24場他們做的兵推當中，只有中國大陸只會贏2場而已。到底哪一個可信度比較高呢 ？CSIS 有沒有刻意忽略了中國大陸極音速武器跟導彈他們的威力？委員怎麼看？2個都對啦。哦，因為它兵推的所用的參數不一樣。這個。CSIS 啊，24次的兵推啊，它基本上是不斷的調整變參數。這個李將軍他們在做兵推，會一下子調整這個，一下調整那個。比如說，解放軍用了什麼武器啊，用的數量，那這個我軍用了什麼武器，用的數量去做調整。然後他們24次裡面，不管怎麼調整，只贏2次，而且這2次啊，都靠的是美軍的潛水艇。其他全部被打掛了，美軍的水面船全被打掛了，所以說海戰對他不可行啊。那潛水艇他們只想到說，那我在台灣海峽不得已的要使用戰術核子武器，那因為在台灣海峽使用戰術核武器不會傷及一般老百姓，可是可以毀滅掉解放軍的登陸船隊。他的算盤是這樣子的，可是他不是每一次都贏
連使用核子武器都輸，才這麼輸，所以你要知道說，他最後算一算，只有2次慘勝，那場要不要打？不要。对啊，這答案就很清楚了。那這個美國國防部呢是說，他們自己測試的是全輸，是沒有錯了哈。因為剛才我們談了很多的大陸的航空母艦，其實客觀的講，大陸航空母艦的艦隊的數目跟質量跟成熟度還不夠。如果是航空母艦對航空母艦，大陸贏的幾率是不高，所有的兵推都是如此。但是就像剛才李將軍講，大陸啊離那個東南沿海並不遠啦，它後面有2款高超音速導彈，鷹擊系列跟東風系列。我老天爺啊，這個數量有多少啊？第一個，因為它載台是什麼？轟6K， 它載台是什麼？是055動555啊。那它載台陸基啊都有，所以我搞不清楚說你怎麼去應付它。你一個艦隊能夠載的導彈不多啊，那問題是它在陸地上的導彈哦，你要多少有多少，你又打不到它，這是美軍根本沒辦法贏的最大的原因。你任何船團來，什麼基地在東南沿海，沒有一個不會被摧毀的。它既然都會被摧毀，我打這場戰爭幹什麼？這主要的所謂的優勢簡報裡面講的是這個內容了哈。那我們只能很客觀的講，美國如果只想到這一點的話，他絕對不會參戰。為什麼？他打贏他沒有什麼好處啊，他輸了一大堆，損失了一大堆艦隊。就像赫格塞斯講啊，他們真的有兵推過啊，我來10艘大陸的這個導彈15枚就把我通通給摧毀了。那李將軍講對，因為大陸的東風導彈它其實不是巡弋導彈，說水平發射的，它都是滑翔式的。滑翔式你不能說它是彈道導彈，也不能說它巡弋導彈。它彈道導彈打上去，包括鷹擊也是一樣，打上去下來滑行的時候是變軌的，所以也不是完全根據彈道，那也不是巡航了，那垂直蹦就下來了。因為巡航的通常是到了以後才飛上去再打，那力道不夠，因為你飛上去不會太高打下來。可是如果直接從外太空下來，那個重力加速度那就不得了了，可能直接把航空母艦從中間就穿個洞到海底裡面去了。是，這最大的麻煩在這裡啊。是，那也不能攔截呢？他們想一想沒辦法攔截，因為終端速度通常都超過15馬赫以上，所以就算了啊。所以我們只能跟勸美國哈。最好就找個和平方案哈，看28點也好，24點、22點比較實際啦哈。因為你美國要跟中國談判的，基本上還是在市場實力。因為你美國加歐洲加日本加韓國啊，加所有你英國，你的影響勢力範圍裡面，現在還佔全世界的 GDP 超過1半呢。那你有這個市場，中國大陸要跟你對壘的時候，他看在這個市場上，他也想一想，我打這場戰爭好像也沒什麼好處啊，所以2方面都覺得打這場戰爭沒好處啊，就弄個28點和平方案嘛，對啊，或者22點也可以嘛，這是最可行的方案啊，最可行的方案。是，確實啊，美國的部分有美國自己的盟友，那中國大陸的部分其實也確實有中國大陸自己的盟友，都是讓美國非常擔心的。尤其這盟友在軍事上面實力又很強。我們要來看到的是中俄，他們現在這個也是最近的消息，這幾天他們在東海太平洋進行了第10次的聯合空中戰略巡航，而且把這個轟炸機是直接開到日本的家門口。日本當然喊了這是國安威脅，但是北京還是強調是依法展示維護和平的能力。隔天我們看到的是大陸的4艘搭載機炮的船艦直接開到釣魚島的領海，當然日方就出來抗議了。中國大陸是要宣布釣魚島接下來會實施的是常態化、領海化、實控化嗎？會從巡航轉變成全面控制嗎？賴老師有什麼解讀？大陸不會登島控制釣魚島，但是事實上釣魚島已經是領海的實控化的一個掌控了，這個一點爭議都沒有了。也就是說，釣魚島的海警船全年無休啊，有的時候是在這個毗鄰區啊，在這個地方巡邏，有的時候就進入了12海里內巡邏。如果日本的船啊，不管是它的漁船啊，或者是它的公務船，只要進入這個領海的時候，大陸的船就會進來去驅趕，要不就是逮捕啊。
那在過去的時候，曾有一段時間是要把他逮捕，拖回去，例如說拖到福建或者拖到浙江，在這個地方裡面進行審判啊。這是過去曾經有過試圖要去逮捕。那我們看到的日本的做法，就是他的海上啊這個保安廳，他就會去阻擋啊，讓他們的漁船能夠跑走。後來日本的漁民乾脆就不進入這個海域，因為這個海域本來就不是日本傳統漁民的捕海區。以前啊，我們都知道，在過去啊沒有現代化之前啊，我們的漁船基本上都是用風力的啊，並不是用這種動力的啊這種。那因此這個洋流的關係，所以日本的漁民基本上不會到釣魚島這個海域來捕魚。那釣魚島這個海域是我們台灣的漁民跟浙江的漁民是在清朝的時候，事實上從更早之前，從明朝就是我們啊兩地的漁民的一個捕魚區，它是長期以來幾百年來啊，甚至都是中國的捕魚區，不是日本的。它跟日本本島、日本國一點關係都沒有。那日本如果不是因為非法佔領了琉球群島、琉球國，所以他對釣魚島他根本沒有權利說三道四。好，那現在的情況是這樣子：當日本要把這個釣魚島國有化之後，那是原來是從石原慎太郎開始搞起來的啊。那麼一直到啊這個後來日本要把它國有化的那一天開始，中國大陸就實質上就進入了這個釣魚島，現狀就被改變了。對，從那個時候到現在沒有停止過。釣魚島這個中國的海警船是全年無休，在這個地方巡邏，常態化的巡邏。但是你說要登島去控制這個島，意義不大。也不會這樣做。但是事實上，它已經不是在日本的有效的行政管轄權內了。好，謝謝賴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